昨天说好的1块5，今天你只给3毛。牛博弈，昨天是1块5，今天行情变了，3毛钱1斤。你这2万斤蒜苔，我一共给你6000块。王老板，你不能这么干！大家伙顶着大太阳，一根一根抽出来的蒜苔，3毛钱连人工费都不够。滚一边去！人工费关我什么事儿？哼，你是农大毕业的，你比谁都清楚，种大蒜就必须抽蒜苔，不抽，养分全被上头抢走，你这20亩大蒜全得毁。可蒜塔保鲜期就2天，你不卖给我，他们就全烂在你院子里。别忘了，你的冷库贷款后天到期，我宁愿喂狗，都不卖你。行，你有种。哼，过2天全烂了，你求着送我，我都不拉。走。牛老板，这可怎么办？工人们指望着这笔工钱买米下锅，菜烂了，咱们半个月的汗全白流了。卡里还有8000块，拿去，先给大伙发工钱。牛老板，别让大伙白干，把院子里的蒜苔全搬进冷库最里间。搬进去？老板，最里间放着那9口祖传大缸，没地方堆呀，放进去卖不掉啊。卖不掉就做咸菜。我牛博弈就是把这2万斤蒜蹄全倒进大缸里腌了，也绝不低头卖给王金彪这种奸商。搬，都搬，别让牛老板一个人扛。腌。城在，人在。陆成风，把最后这半块咸菜切了，分给城墙上的重伤兵。将军，这是您司库缸里最后的一口粮。您已经3天滴水未进，这半块咸菜您必须吃下，否则您根本站不稳。韩城被困半月，粮草全断，百姓无粮，将士缺财。我沈如烟身为守城主将，怎能苟且独食？分下去！再无粮草，韩城今晚就守不住了。将军，将军，将军，是菜，真的是菜。一大堆新鲜蔬菜，上面还带着水珠。将士们有救了，韩城有救了！谁在底下偷我蒜苔？何方妖孽，敢在韩城军营装神弄鬼，速速现身！我不是妖孽，我是种地的农民。农民，你身在何处？为何只见东西落下，不见你的人？我在我的冷库里，这东西叫蒜腿，没有毒，能吃。你们不是断粮了吗？赶紧拿去分给伤兵。陆成风，用银针试毒。将军，银针未变色，没有毒，带甜味儿，将士们有救了。这位先生，韩城被困半月，将士负重空空，这50斤新鲜绿菜救了城墙上重伤兵的命，大恩大德，沈如烟无以为报。我司库中已无钱来，只有这祖传之物，请先生收下。老板，看个东西。这金子不纯，里面掺了铜。哼，这玉也就是普通石头料子。看你是个种地的，我给你凑个整，5000块钱，东西留下。5000？你当我是傻子？这金盒子的重量，光荣的当金块卖都不值5万。小子，这条街我说了算，你走出我这个门，
别人最多给你2000。你这东西来路不明，除了我，没人敢收。一会儿你拿回来，我只给3000。那咱们走着瞧。先生，您卖东西，看货。好东西，纯手工赞刻，上面有皇家暗记。这块玉牌水头极佳，是御赐的药王牌，全是真品，没有任何现代加工的痕迹。张老，你看走眼了吧？这就是个种地的，他哪来的御赐之物？出去！你这个恶意压价的奸商，别在我们店里大呼小叫！小伙子，这东西你想卖多少钱？你们能出多少？先生，这2样东西我们店出200万，现金直接打入您的储付卡。另外，我们包冒一切手续，完全合法合规。成交。您的存续卡到账200万元整。您已成功向老李等账户全额发放工钱，您的账户已完成冷库欠缴电费补缴，您的账户已提前结清冷库贷款本息。牛博弈，我刚才听老李说，你把工钱全发了，结清了。你冷库里的蒜台一根没卖，你哪来的钱发工资？你哪来的钱交电费？我的钱来路干净，手续齐全，带着你的人滚出我的院子。行，你有钱挺着是吧？我告诉你，我刚才给县里所有的蔬菜批发老板打了招呼，从明天起，全县没有一辆货车敢开进你们村拉货。你们村地里的豆角、茄子、西红柿，谁也卖不出去，全村的菜只能烂在地里。我看那些村民是信你，哼，还是求我1块钱收走？陆成风，拦住他！有细作闯入仓库，千万不能让他靠近大缸。里面谁在说话？什么细作？你冷库里藏了什么人？王金彪强闯民宅，恶意破坏私人财物。我给你3秒钟时间离开，否则我立刻拨打报警电话。这段视频就是证据。行，你小子录像，我不碰你的门。牛博弈，你一个人有钱没用，明天早上全村的菜都会在大太阳底下急得大哭，求我收我菜。沈如烟，发生什么事了？细作抓到了吗？先生放心，陆成飞已将细作拿下，未让他靠近司库半步。只是军中已断盐断醋多日，将士们吃清水煮蒜苔，无法恢复体力。天气炎热，蒜苔极易腐坏。先生可有解决办法？没盐没醋，你等着。老板，所有的食用盐、老陈醋我全包了，立刻装车。将军，是盐，雪白细腻的净盐，还有味道极酸的水，我们有调料了。传令下去，架起大锅，立刻用盐醋腌制蒜堆，其余部分加盐爆炒，按军需账本分发给全军和百姓。今天价格跌了，豆角、茄子一律2毛钱1斤，不卖给我，你们拉回去烂掉。王老板，2毛钱连买化肥的本钱都不够啊！您高抬贵手，给8毛行不行？全县的货车都不敢进你们村，除了我，没人要你们的烂菜。谁说没人要？牛博弈，你个种地的来凑什么热闹？乡亲们的菜我全收了，不管什么品种，全部按照市场最高价1块51斤结算。牛博弈，你吹什么牛？收全村的菜需要大几十万资金，你没有收购资质，你这是非法收购。王先生，请看清楚，牛博弈先生昨天已注入全额注册资本，
合法成立博弈农产品供应链有限公司，这是正规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牛先生现在的每一次收购都受法律保护。这是公司的统一收购合同，大家排好队，当场称重，当场签合同，钱直接打入你们的出付卡，1.5块以1斤，当场结账。牛老板，你救了咱们全村的命啊！都排好队，一个一个来。纯活卡到账3000元，纯活卡到账2500元。将军，吃上了！将士们吃上带盐味的蒜腿了，力气全回来了。按账本记录，不可多能拿多占，给城外的流民也分发1勺热菜。将军威武！凭什么？你敢开公司劫我的货源？喂，县综合执法大卫队吗？我要实名举报。你要举报什么？我举报博弈农产品公司的冷库是违章扩建建筑，它没有任何扩建审批手续和消防权许可，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请你们马上派人来查封，拆除它的冷库。牛老板，冷库要是被查封拆除，全村这几万斤菜放哪儿啊？同志，你们可算来了，就是他，牛博弈，他的冷库面积超遮，完全是违规私自扩建，没有任何安全手续，必须立刻查封强拆。请不要妨碍执法，我们将依法核查。牛先生，我们接到实名举报，指控你的冷库属于违规扩建，请立刻出示相关审批手续。同志，牛老板是个好人啊，他却全是菜农的命，冷库不能封啊！同志，请跟我来办公室。这是农业局批复的农用设施用地审批表，这是城建局盖章的冷库扩建工程施工许可证，这是消防部门的消防安全合格验收报告，这是最新缴纳的全额环保评估费用凭单，请核查。这不可能，他一个种地的，哪来钱办这么多手续？住口！王金彪，你利用不实举报，干扰企业正常合法经营，浪费公共执法资源，再敢恶意举报寻衅滋事，我们将依法对你进行处罚。这是神物，将军，这是上天赐予韩城的神物。缸里不仅降下蒜苔和精盐，我刚才把耳朵贴在缸边，竟然听到里面传来许多凡人大喊大叫声，还有怪异的车轮轰鸣声。你听见了？神物开口说话了。我不是神物，我是牛博弈。刚才是我院子里的动静。陆成风，传令亲卫队闭嘴，封死司库大门，任何人不得靠近这口大缸半步，违令者斩。是，将军。牛先生，不管你是神明还是凡人，你赐予的蒜坛和盐醋，不仅让将士们吃上了热菜，更救活了城中上千百姓。那细作怎么回事？韩城内有叛徒，昨夜那细作趁乱潜入，企图查探粮草虚实。我深知这口大缸是韩城唯一的希望，若内奸发现大缸的秘密，韩城必破。牛先生，韩城愿用一切换取你的物资，城中还有几块银盾和一些古兵器，能否长期换取你的蔬菜？可以长期换，但别给兵器，我不收管制刀具。好，我立刻将银锭投入缸中。蔬菜我会继续送，但韩城只吃菜不行，必须有主食和油水，否则伤兵扛不住，守城士兵也没有力气打仗。主食
韩城已经半月未见米面，先生能寻来主食？你等着。蔬菜的危机暂时解除，但要长期稳定供应古代，我需要大量的米面和肉类。满仓，你那200头半大猪崽子情况怎么样？别提了，今年饲料价格暴涨，一袋精饲料涨了30块，我这养猪场资金链快断了，再买不起饲料，这200头猪崽子全得饿瘦。我想提前低价卖掉，又没人愿意接盘，我来接盘，不卖猪，咱们合作。博弈，你开玩笑吧？你那冷库里的蒜苔都快烂了，你拿什么跟我合作？我的公司已经注册成立，资金全额到位。我每天按市场价最高标准收购全村的蔬菜，那些品相不好、残次发黄的蒜苔和烂叶子，人不能吃，但全都是上好的青饲料。你的意思是，我每天给你免费拉3000斤次品蔬菜过来，你掺在粗粮里喂猪，至少能省下1半的精饲料钱。博弈，这可是大恩情，这3000斤青饲料一天能帮我省下大几百块。你想要什么回报？只要我能给，全答应。我要签一份正规的生猪定向回购协议，等这批猪养肥出栏，肉必须优先按市价卖给我的公司，中间任何人都不能插手。你能办到吗？没问题，这猪场就算你一半的，马上签合同。老板，这大米多少钱一袋？80块一袋。我要500袋大米，再来500袋白面，500桶10斤装的大豆油，立刻装车送货，全款付清。牛博弈就算收了你们的菜，他也卖不出去。你们真以为他一个刚盖章的空壳公司能把货铺进城？你干什么，王老板？你别砸了，这都是好菜呀！你不能这么糟蹋粮食。我糟蹋粮食？我这是在做质量恩检。老李，全县的蔬菜批发市场我都打过招呼了，牛博弈收了你们的菜，全堆在他的冷库里发霉，连个包装都没有的散装村菜，城里的超市谁敢要？我告诉你们，最迟明天，牛博弈就要破产跑路，到时候你们全村的菜倒贴钱我都不要。谁说我的菜没有包装？谁说我的菜进不了超市？哼，牛博弈，你少装蒜！你有销路，你的冷链车呢？你的品牌呢？全车队进村。老李，别哭了，把咱们村的菜全部装进这些印着商标的统一纸箱。快，大家伙赶紧装箱！包装好有什么用？没有大客户，你往哪里送？看清楚，这是市里最大的连锁生鲜超市签的独家职工协议。从今天起，我们村所有的农产品经过统一包装，打上溯源码，直接进入全市50家大型超市的生鲜区，价格比你那破批骂市场高出30%。不可能！他们怎么会要村里的职供菜？牛博弈，因为我们手续齐全，资质合法，包装正规，质量过硬，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赚黑心差价。装车！王金彪，你那套垄断打压的手段过时了，带着你的人立刻离开。
我在。情况怎么样？司库外一片漆黑，我与陆成风躲在暗处。那细贼轻功极高，走路毫无声响。他已经潜入司库大院，正在向大纲靠近。我们看不见他的位置，无法抓捕。抓不到，夜色太浓，伸手不见五指。若贸然出击，必定让他遁走。他一旦逃脱，今夜之事暴露，内奸必定狗急跳墙。别慌。沈如烟，接住这个金属桶，拿在手里，把玻璃那一头对准院子里的黑暗处，把手柄上的按钮往前推。我的眼睛！神物，掌中白昼，将军，这铁桶里射出了太阳的光芒，院子里亮如白昼。我看见他了，拿下！将军，抓住了！这细作被强光刺瞎了眼，从房梁上直挺挺的摔下来了。堵住他的嘴，押进地牢，严加看网。沈如烟，你抓住我又如何？你们全都得死！韩大人早料到你们有防备，我不过是个探路的诱饵。此时此刻，城外的敌军已经收到了韩大人发出的信号，不出半个时辰，敌军的火箭就会山城的夜空，你们的粮仓保不住了。将军，敌军夜袭，漫天火箭正朝城内粮仓射来，粮仓起火了！韩秉忠，韩秉忠，这个畜生！将军，火势太猛，那些红箭箭头上绑了猛火油，水泼上去根本浇不灭，火反而顺着水流烧得到处都是。那里面存放着先生赐予的所有米面和油，那是韩城居民最后的活路，传令全军，不惜一切代价用沙土掩盖。将军，沙土不够，火墙已经烧到库房大门了。沈如烟，用水灭不掉猛火油，听我的，千万别再泼水。先生，我是已成滔天之势，再不灭，粮食全毁，韩城不攻自破。你等着！沈如烟，接住这些红色的铁罐子和毯子。将军，这是何物？红色的铁桶。听好操作步骤。陆成风，你拿起那个红色的铁罐子，看到罐子顶部有个金属拉环没有？看到了。一手提着罐子，另一手抓住黑色的管子，桥管对准火焰的根部，用力压下最上面的金属把手，拔掉铁环，压下把手。将军，这铁桶里喷出了漫天白雾，好大的白雾！不要停，对准火墙底部横扫，用白雾盖住火苗。将军，火灭了！这白雾所到之处，猛火油的火焰瞬间熄灭，连一丁点火星都没留下。云雾法器，这是降下云雾的法器。别光顾着谢，火势灭了，但韩秉忠既然勾结敌军放火，他肯定还有后手。你们城防现在什么情况？韩秉忠见火势被灭，竟然在城内散布谣言，说这大火是天谴。更可恨的是，城外敌军架起大锅，正逆风向城内熬煮肉天，浓烈的肉香飘进城墙，极度扰乱我军军心。煮肉汤乱军心，比火势是吧？你等着，他煮清汤肉，我给你们来点硬货。满仓，你的养猪场里有没有已经出栏宰杀好的白条猪？有啊，今天早上刚杀了2头300斤的大肥猪，正
愁找不到买家呢。2头全要，立刻装车拉到我的冷库来。还有，去镇上的调料批发部，给我买100包炖肉大料，最香的那种，全部算我账上。沈如烟，接肉！肉，将军，是整头的猪肉，这么肥的白肉，将士们多久没见过了？把这部料放进大锅里，用我之前给你们的盐和陈醋，给我架起10口大锅，在城墙上当着敌军的面炖大块的红烧肉。传令火头军，城头架锅炖肉。将军，敌军的肉汤香味儿全被咱们盖住了。城墙上的将士们吃到大块的肥肉，士气如虹。敌军气急败坏，已经撤回营庄了。怎么回事？先生，城南伤兵王出事了。那些被烧伤和高热的士兵伤口开始大面积溃烂，流出恶臭的黄水。医馆呢？大夫没有药吗？城药材早已断绝，大火刚刚被灭，瘟疫和溃烂又在伤兵王爆发。秦伯说，若再无药材，半日之内，这上百名伤兵必死无疑，甚至会波及全军。伤口溃烂，高热发烧。你听好，立刻把所有发热和溃烂的伤兵单独隔离，任何人不许接触他们的伤口。秦伯已经在城南划出独立院落，但没有药，隔离也只能等死啊，先生。等我！陆经理，您不能退货啊！这批碘伏、医用纱布、无菌口罩和退烧贴完全符合国家质检标准，咱们签了正规购销合同的。许成安，你嚎什么？你这破厂子没有名气，这些基础物资根本卖不动，仓库压了半个月，我凭什么给你结尾款？我说这批货包装有瑕疵，就是有瑕疵，全部退货。你找谁说理去？罗经理，这批货要是砸在手里，银行明天就要收我的厂房，工人的工资也发不出来。我求求你，哪怕按8折结算也行啊！哼，8折白送我都嫌占地方。司机，把车倒回去。这批货总共多少钱？总共3000瓶碘伏，5000卷医用纱布，2万个无菌口罩，还有1万片退烧贴，成本价是12万。我全要了，我不砍价，15万，马上装车。15万，小子，你脑子进水了吧？买这么多卖不出去的滞销货，你拿去当饭吃吗？他卖不出去，是因为遇到你这种不守合同的无赖。这批货我要去救命。许老板，把正规的狗购合同、增值税发票，还有所有的质检报告和员工防护用途说明全部给我准备齐全。马上装车！哼，装什么大尾巴狼？我看你这么多医疗物资运去哪里？无证倒卖！我一个举报电话就能让你进去蹲着。沈如烟，解药！将军，快看，这是何物？好奇怪的包装。这布条为何如此洁白？这方形的布块又是什么？还有这些装在奇怪琉璃瓶里的黄水。听好了，这叫纱布，用来包扎伤口，干净。那个方形的叫口罩，你让医馆里所有照顾伤兵的人立刻把口罩用绳子挂在耳朵上，捂住口鼻，绝对不许取下，能防疫气。那这黄水呢？这黄水有毒吗？这叫碘伏，是控制伤口溃烂的神药，千万不能喝。用干净的棉花蘸着，涂在伤兵的溃烂处。还有那个退烧贴，撕开薄膜，贴在发热伤兵的额头上，给重伤兵涂黄水。神药啊，将军！
这黄水刚涂上去，伤口流出的恶臭黄水就止住了。这冰符贴在额头上，高热的士兵马上就停止了楼抽搐。先生大恩，韩城守军绝不忘恩。就是这里，里面的牛伯义违规囤积大量医疗物资，没有任何资质，绝对是非法倒卖。开门，接受核查。开门，我们联合执法，接受核查。同志，就是他，牛伯义。他刚才买了2大卡车的医疗物资拉进这个冷库，他既没有行医资格，也没有医疗器械销售资质，他这绝对是非法倒卖医疗物资。牛伯义，你一个种地收菜的，买那么多碘伏纱布干什么？刘先生，我们接到10名举报，指控你非法倒卖大冷医疗物资，请立刻出示相关采购凭证，并说明物资的具体用途和去向。请进办公室，这是我公司与成安卫生物资厂签订的正规大宗物资采购合同，这是增值税专用发票，这是这批物资的全部国家质检合格报告。哼，有采购合同有什么用？你把物资藏哪儿了？你买去干什么了？拿不出去向证明，你就是非法囤积。同志，这是我公司最新修订的员工安全防护管理条例及物资消耗价账。我公司刚刚启动大型农产品跨区冷链运输业务，员工人数激增，这批物资全部作为高温劳保用品及一线装卸工人的日常防控暑、防割伤防护物资，免费分发给全体员工，没有任何2次加价销售行为。罗经理，王金彪，牛先生的采购流程完全合法，用途属于正规的企业内部劳保消耗，根本不存在非法倒卖和囤积行为。不可能，15万的物资全免费发给工人，他疯了吗？立刻离开，再敢干扰正常企业经营，我们将依法追究你们的责任。沈如烟，秦伯，药效怎么样了？先生，神了，真是神了！涂了黄水的伤兵，伤口再也没有恶化流脓，贴了冰符的高热全都退了，这简直是仙家手段。听好，秦伯，药不能乱用，必须严格建立病患分区。第一，把医馆分成重症区和轻症区，重伤和高烧的单独在一间屋子。第二，所有进出重症区的人必须戴口罩，不许摘下来。第三，黄水不能大面积倒，必须用纱布蘸着，只涂在发炎的地方，节省使用。请先生赐教，老朽一定照办。秦伯，药材和纱布一定要登记造册，建立严格的分药账本，绝对不能让人中饱私囊。先生放心，分药账本已经建立，每日上报。只是那个内奸韩炳堂又出毒计了。他又干什么了？他见医馆伤兵病情好转，竟然暗中派人在城内散布谣言，说先生赐予的黄水和冰符是吸人心血的妖药。百姓听信谣言，现在恐慌，许多伤兵家属堵在医馆门口，死活不让秦伯用药，甚至有人要强行摘下照顾者的封口符。大家冲啊！将军，韩炳梦的人混在百姓里煽风点火，再这样下去，医馆要被冲破了。不许伤百姓，列阵，死守医馆大门。哼，散播谣言是吧？制造恐慌是吧？沈如烟，我给你送个能击破谣言的铁证。接住了！
妖药害人，黄水会吸人精血，他们还给伤兵脸上戴封口符，这是要锁魂，把药都让他们再害人。胡说！这黄水能清伤口，这口罩能防疫气，你们这是在害伤兵，你才害人！老东西，你收了药物的好处。陆成风，拦住他们，不许让任何人碰药箱。将军，他们混在伤兵家属里，末将不能动手太重。沈如烟，听清楚，千万别拔刀，他们就等着你伤百姓。你一动武，他们就能说你用妖药害民，还要杀人灭口。先生，我明白，可他们已经推不倒了秦伯，还砸碎了2瓶黄水，再这样下去，医馆会乱。所以要让所有人亲眼看看证据。陆成风，接住这个发光的黑方块，不要乱碰屏幕，把发光这一面对准秦伯和伤兵。将军，这黑方块在发光，里面还有人的影子。别喊，陆成风，拿稳他，让秦伯现在给昨天那个高热退下的伤兵换药。是，老朽在。秦伯，你一边换药，一边把每一步说清楚。黄水怎么用，纱布怎么包，口罩为什么要戴，都说给他们听。老朽明白，这是黄水，先生说它叫碘伏，不能喝，只能涂在伤处。先用干净纱布擦去脓污，再蘸少量黄水，沿着伤口外缘轻轻涂开。秦伯，我现在能听见你说话了。昨晚我烧得糊涂，什么都不知道。你额头还热，但比昨夜低多了。别乱动，换完药还要喝温水。诸位听清楚，这药不是让人立刻痊愈的仙丹，它是防止伤口继续坏下去。伤兵要想活，还得按先生说的规矩来，隔离、换药、烧开水，谁都不能乱碰伤口。那不是李家的二小子吗？昨天还烧得认不出人，今天能说话了。这黄水真不是害人的。假的，都是他们串通好的。这黑方块就是妖物，他会骗人。陆成风看见屏幕中间那个红点了吗？看见了。按一下，再按一下旁边那个小三角，把声音开到最大，然后把手机举起来，让所有人看屏幕。秦伯，我现在能听见你说话了。昨晚我烧得糊涂，什么都不知道。是我儿子的声音，是我儿子。他昨晚明明还烧得说胡话，现在能认人了。那黑方块里真把刚才的事儿全留下来了。黄水不是妖药。别看，都别看，这是把人的魂装进去了。陆成风，把黑镜举到他们面前。你自己看，这黑镜里录下的是刚才发生的事，不是魂，也不是妖。秦伯怎么换药，伤兵怎么说话，所有人看得清清楚楚。我不看。你不敢看，是因为你知道自己在撒谎。说，是谁让你来医馆闹事？没人指使，我是为了百姓。沈如烟，别急着审，先把这几个人分开看管，别让他们互相串话，再让秦伯继续救人。越多人好转谣言就越站不住。陆成风，把带头闹事的几人分开看管，交给军法堂审问。其余百姓若要亲人换药，可以隔着门看，但不许冲撞医馆，不许抢药，不许摘口罩。是。伤兵家属听着，想救人就按规矩来。重症区不能乱进，进门必须戴口罩。谁乱碰伤口，谁就是害自己的亲人。手机先留在你那里，它不只是能破谣，也能留证。以后谁在煽动，谁在偷药，谁在造谣，就用它录下来。明白。铁证在手，谣言便难以翻身。报！将军，城外敌军已经2日没有攻城，营中却不断传出木轮转动声。
我们派出去的探子，3批只回来1人，重伤昏迷前只说了4个字。哪4个字？高车遮营。高车，敌军在造工程器械。先生，韩城城外暗哨密布，探子无法靠近敌营。我们现在看不见敌军在做什么。你的意思是，韩城现在缺一双眼睛？是，粮食有了，药有了，民心也暂时稳住了。可若看不清敌军下一刀砍向哪里，韩城仍然会死。等着，我给你送一只会飞的眼睛。牛老板，出啥事儿了？没事儿，你们把大门锁好，谁来都不许进最里间。明白。老板，别关门，我要无人机。航拍的，能飞高，能看远，摄像头清楚，电池耐用，最好现在就能飞。你这是拍地，还是拍婚礼？救命！这一套3万5，图传清楚，抗风也还行。你要是新手，我建议先练练，别一上来就飞远，来不及练了。教我开机、起飞、降落，拉近镜头，切换向录像。沈如烟在吗？先生，我在。我把机关鹰送过去，你们先别碰它的翅膀，也别乱按，它有旋翼，转起来会伤手。机关鹰真能飞？能飞，但你少废话，先找一处平整开阔的地方，最好是城墙最高处。陆成风，带亲卫上北城楼，清出一块空地，任何人不得靠近。将军，这是一只黑色铁鹰，没有羽毛，全身都是机关。先生，这机关鹰的眼睛亮了。陆成风，离他远点，你整张脸挡住了。沈如烟，听好，机关鹰能飞上天，也能把看到的画面传到我手里，但它不能离大纲太远。信号一弱，我就必须让他回来。先生放心，我会按你说的办。陆成风，把它放在城墙最高处，平地，不要有人站在旁边。放好了。飞了！将军，它真的飞起来了！沈如烟，敌军没有走，他们把前营往后撤了，但兵力还在。果然，这帮狗东西是想让我们以为他们退兵了。别骂，听我看。沈如烟，找到高车了。是什么？工程车，至少30架，每一架都比普通云梯大。他们准备正面压城。30架，他们是想把北城墙直接撞开。信号不稳，我不能再往前了。先生，不必冒险，能看到这些已经够了。还不够。沈如烟，他们的粮草车在中营偏后的位置，守卫薄，离前线远。敌军要把所有兵力压到正面攻城，所以后方空了。对，他们把拳头举起来了，但腰眼露出来了。先生的意思是让我们派兵烧粮。现在敌军还没动，你们一出去就会被暗哨发现。要等他们总攻开始，前营兵力压上城墙，中营守卫最空的时候再出骑兵。对，而且不能恋战，只烧粮草，不追残兵，得手就撤。末将愿带骑兵出城。陆成风，挑300名骑术最好的轻骑，不要重甲，不要长兵，只带火铡、短刀和绳索，目标只有粮车。
烧完即撤。是。这是什么？敌军竟然在挖地道！沈如烟，他们不只是要正面攻城，敌营侧后方有新土，有地道，他们可能要从城墙根下挖进来。哪一侧？西北角，靠近一片枯树林的位置。传令西北城墙，立刻查地听声，所有靠墙民宅清空，水缸贴地，听地下动静。末将这就去。来了！将军，敌营前军动了！看，那边，攻城正推出营门，敌军开始列阵。全军守城，弓弩手上墙，滚木沙袋、灭火弹全部备好。医馆轻伤兵转运后巷，重伤兵不得移动。300轻骑已集结。先生，机关鹰还能飞多久？还能撑20多分钟，够看第一轮进攻。那就请先生替韩城盯住敌军粮草。我盯着。所有人听令，正面死守，轻骑待命。敌军一旦全军压上，立刻开西门，烧粮，不恋战。沈如烟，准备，他们来了。正面是诱饵，他们想用工程车把你们所有兵力都压在北城墙。我知道，北城墙守军听令，滚木、沙袋、灭火锏全部上墙。弓弩手不要乱射，等工程车进入百步。 300轻骑已经集结，只等将军一声令下。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城门。西北角有动静，他们地道还在挖，让人贴地听声，水缸贴墙，别只盯着北门。将军，西北角地道有动静，传令西北角清空靠墙民宅，所有水缸贴地，听到地下空响，立刻用砂石灌缝。得令。 放箭！将军，普通箭射不穿，不射人，射车轮，射拉绳。沈如烟，最左边第3架工程车的右轮绳索松了，打那里。左翼弓弩手瞄第3车右轮绳索。 沈如烟，粮草车空了，几成守卫？不到3成。陆成风，末将在。开西门，烧粮，不追人，不恋战，得手即回。末将领命。沈如烟，撑住正门。陆成风，盯死粮车。西北角，马上灌沙。这一仗不能乱一步。 干得漂亮，先生！敌军军心全乱了，敌军乱了，阵型全散了。沈如烟，现在是反击的最佳时机，趁他们病，要他们命。陆成风，传令西门守军打开城门，重装骑兵出城，直冲敌军粮道，把他们的粮草全部烧毁。是。 将军，刘伯义，给我滚出来！开公司断我财路，今天就算鱼死网破，也要把你送进去！
就是他，牛伯义，我实名举报，他勾结村北边的养猪场老板杜满仓，非法私运病死生猪。他今天刚刚买了2头300斤的来历不明的肥猪，拉进这个冷库，绝对是准备加工出售。牛先生，我们接到严重的食品安全举报，指控你非法采购、藏匿未经检疫的生猪，请立刻打开冷库接受全面核查。如果你拿不出正规检疫票据，我们将依法查封你的公司。王金邦，你丧心病狂！牛老板怎么可能干这种事？请进。同志，请看清楚，这是我公司与杜满仓养猪场签订的合法回购协议。我们供应符合标准的青饲料，回购健康生猪。这是今天早上刚出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上面清晰标注了出栏批次、饵牌号和屠宰场盖章。不可能！他今天上午才把生猪拉回来，怎么可能这么快办齐手续？这是养猪场的过磅单，这是定点屠宰场的流水线监控录像，这是我的全部出货卡付款凭证。所有流程完全合法透明，生猪已经作为公司内部员工的加餐福利，全部消耗完毕，绝不存在任何非法倒卖行为。王金彪，检疫票据齐全，回购协议合法，你3番2次捏造事实，恶意举报，严重干扰执法部门正常工作，严重侵害合法企业的名誉权，立刻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我只是牛老板清白，牛老板干得漂亮。沈如烟，外面的麻烦解决了，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先生，西门町已经冲出，敌军主力阵脚大乱，根本无力组织防线。陆承风正带人直逼敌军粮草大营，干得好！只是守城将士虽然士气高涨，但毕竟连续半月未进荤腥，刚刚吃的肉不够分。冲锋的骑兵体力流失极快，若不能在半个时辰内烧毁粮草，一旦敌军重甲步兵稳住阵型反扑，我军必将全军覆没。体力流失极快，城墙上的火头军把大锅里的火烧到最旺，我给你们送补充体力的硬菜，吃饱了再杀出去。将军，好多蒜苔，还有肥厚的白肉，全部切碎，扔进大锅，加上先生之前赐予的盐和油，熬成最浓郁的肉汤。给城门后的步兵每人灌1碗热汤，给退下来的骑兵补充肉块，快！热汤入腹，力气全回来了。将军，将士们体力彻底恢复，请求再次出城冲杀。全军出击，烧毁敌营粮草，一个不留！全军出击，烧毁敌营粮草，一个不留！将军，敌营粮草全烧起来了，火光冲天，敌军重甲步兵彻底溃散，往后方逃窜了。穷寇莫追，立刻收兵回城，紧闭城门。韩城的生死危机终于挺过去了。先生，大捷，敌军粮草尽毁，10日内绝无能力再次攻城，韩城保住了。先生的肉汤和机关营居功至伟。别松懈，城外的危机解除了，城内的内奸呢？那个韩秉忠，你打算怎么处理？粮草起火和医馆闹事，全是他搞出来的。韩秉忠狡猾，他把放火和闹事的死士全部毒哑了。我们虽然抓住了人，但没有指认他的铁证。他现在是城中官阶最高的粮草官，没有证据，我无法直接杀他。没有证据，沈如烟，你现在立刻去办一件事，把医馆里所有的伤兵全部转移到另外一个隐蔽的院子。医馆里只留下秦伯和几个亲信装样子，把医馆周围的守卫撤走。先生，这是为何？撤走守卫，万一韩炳康再次派人来烧药材，他就是来烧药材的。他见攻城失败，必定狗急跳墙，想毁掉你们最后的生机。你不给他创造机会，他怎么会露出马脚？有敌深入，好，我立刻去办。沈如烟，接住这个黑色小铁盒，立刻把它藏在医馆放置药材的架子最高处，镜头对准整个屋子，千万别让人发现。先生放心，一按吩咐放置妥当。
动作快点儿，把猛火油浇在这些妖药上，烧个干净。韩大人，火点着了。撤！烧死这帮不知死活的东西！沈如烟，动手！陆成风，灭火，抓人！将军，火灭了，这罐灭火白雾真好使。把韩秉忠给我绑了！沈如烟，你敢绑本官？我乃朝廷命官，负责督办韩城粮草。你纵容手下妖言惑众，现在还想诬陷本官放火？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干的？证据？陆成风，去把药架顶上的那个黑色铁盒拿下来。是。先生，这铁盒该如何使用？韩秉忠就在旁边，对吧？陆成风，按下铁盒侧面那圆形的凸起按钮，屏幕亮了以后，再按一下屏幕中间的播放键。是，先生。动作快点，把猛火油浇在这些妖药上，烧个干净。这是什么妖法？这镜子里为什么会有我？睁大你的眼看清楚，这是上天降下的黑镜流影法器。你放火的每一个动作，说的每一句话，全被神明记录的清清楚楚。不仅有你放火的铁证，秦伯那里还有详细的分药账本。你克扣伤兵口粮的罪证，同样铁证如山。我冤枉。铁证如山，你百口莫辩，勾结敌军，烧毁救命药材，按军法当即斩首。牛伯义，开门，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牛伯义，你今天完了！我实名联合了镇上8家农产品收购商、5家药店老板，对你进行全面举报。你非法集资，恶意垄断蔬菜市场，无证倒卖医疗物资，私运病死猪肉，甚至还涉嫌倒卖文物。同志，牛老板是正经做生意的，王金彪纯粹是恶意竞争，你们不能信他的鬼话呀！牛先生，我们接到严重的联合举报，指控你名下的博弈农产品供应链有限公司存在多项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请立刻出示你公司成立以来的所有财务账目、采购合同、税务发票以及你个人大额资金的来源证明，否则我们将依法查封你的公司及个人财产。查，狠狠的查！他一个破种地的，冷库快破产了，突然拿出几百万收菜买肉，那钱绝对来路不明。同志，请进，所有的材料都在办公室里放着。这是全部材料，请核查。第一份是本公司所有的农产厂统购统销合同及对应的银行流水，每一笔款项全部直接打入村民的个人储旧卡，价格高于市场价 20%， 不存在任何议压价和垄断行为，税务申报完整。第二份是我个人大额资金的来源证明，这是镇上最大的正规古董店真古斋开具的合法收购协议及全套揽税证明，我的钱来得干干净净。第三份是医疗物资和生猪回购的所有校账，医疗物资全部作为员工劳保福利免费发放，生猪拥有正规屠宰场开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全部用于内部加餐，所有物资一克都没有流入市场进行2次销售。不可能，他绝对造假了！同志，你们去查他的冷库，他的冷库里绝对藏着走私货！闭嘴！牛先生，你的所有账目、合同、发票完善，资金来源完全合法合规，企业经营没有任何问题。不可能，他怎么可能什么漏洞都没有？王金彪，你别急，我的事查完了，现在该查查你的事了。赵律师，该你出场了。同志，我代表牛博义先生及博义供应链公司，正式向你们提交对王金彪等人的反向举报及起诉材料。你要举报什么？第一，王金彪修足团伙，长期在各村进行强买强卖，恶意压价，甚至暴力阻挠外地货车进村收菜。这里有10几个村的村主任联名签字的证词，以及多段监控录像。第二，王金彪在过去半个月内，连续5次对我当事人的合法企业进行捏造事实的恶意联合举报，
严重浪费公共执法资源，导致我当事人的正常经营多次中断。这里有通信记录和恶意串通的录音证据，以上证据确凿，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王金彪涉嫌寻衅滋事、强迫交易以及恶劣的商业诽谤。王金彪捏造事实，恶意串通举报，阻碍执法，破坏恶劣，立刻铐上，带回去接受全面审查。不，我是大老板，我认识人，你们不能抓我，带走。牛老板威武，牛老板给咱们出了大害了。现代的反派被彻底合法反杀，公司彻底清除了所有障碍，但我来不及庆祝，古代韩城的最后一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沈如烟，怎么回事？粮草不是烧了吗？为什么还在打？先生，敌军主将疯了，他得知粮草被烧，撤退也是饿死，竟然破釜沉舟，如10万大军，连夜对韩城发起了殊死总攻，他们根本不要命了！将军，城墙上全乱了，夜色太黑，将士们没有火把，根本看不清谁是谁。刚才西门差点发生自己人砍自己人的惨剁。伤兵呢？赶紧运下城墙去医馆。运不下去啊，将军。我们没有单板，只能用手硬生生去拽。那些断腿的兄弟被一拽就疼得昏死过去，根本无法移动。天黑分不清敌火，搬运伤员靠硬拽。沈如烟，让城墙上的人全部稳住阵型，不许盲目乱砍，伤兵原地不要动。我马上给你们送夜战装备。老板，把你店里所有的夜间施工反光带全部给我拿出来，1000只也不嫌多。再去给我拿100副急救折叠担架，立刻装车。那种背在背上打农药要用的大容量手动喷雾器，给我拿50个，现款现结。将军，又是好多奇怪的物件，有绿色的袋子，还有带铁杆的帆布，还有好几个极大的塑料空桶。听好了，把那些绿色的袋子立刻发下去，让每一个守城将士全部绑在右胳膊上。先生，这是何意？这绿布条能挡刀吗？挡不了刀，但这叫反光带，只要有一点点微弱的月光或者火光，这袋子就会发出刺眼的绿光。在黑夜里，只要看见胳膊上发绿光的人，就是自家兄弟，绝不会再砍错人。神物，夜光法器，快全军佩戴！还有那个带铁根的帆布，2个人一左一右拉开，这叫担架，把重伤员平放在上面，2个人抬着走，伤员绝对不会受到2次伤害。好平稳，将军，张三躺在上面一点都没叫唤，这软床太好使了。先生，那这几10个大空桶是干什么用的？敌军正在城下疯狂射带火油的火箭，那就是对付火油的，这叫农用喷雾器。把桶里装满水，背在背上，左手用力压那个铁杆，右手拿着管子对准着火的地方。将军，这管子里喷出了细密水雾，直接喷出去了2丈远，水雾把火油直接压灭了。好，用喷雾器压制敌军火攻，绝不能让城墙起火。防线彻底稳固。黑夜中，绑着反光带的韩城守军再也没有发生1次误伤，伤兵被快速的转运下城，火攻也被喷雾器全部按死。但这还不够，敌军10万人，若是硬拼，韩城守军绝对会被耗死，必须彻底击溃他们的心理防线。陆成风，你现在去把最高处的那只机关鹰旁边绑着的黑色大喇叭拆下来。拿到了，先生。这黑筒子极重，那叫扩音喇叭。你把它放在嘴边，按住上面的红色开关。现在用你最大的力气，对着城外的敌军大营，给我狠狠的喊话，告诉他们粮草一毁，把他们的士气给我彻底喊崩。是，先生。敌军听着，你们的粮草已经全部被烧成灰烬，你们现在就是一群恶鬼，放下武器，降者不杀！这是天神在说话。城墙上打雷了，汉城有天神救助，我们打不赢的。我的耳朵要聋了，快跑！先生，敌军吓破胆了，他们开始溃退了。不好，
将军，敌军的重击破城锤趁乱推到了正大门，城门要裂了！将军，敌军知道跑也是死，他们把全部兵力压在破城锤上了。木栓断了，铁水浇不下去，城门顶不住第3下了。死守城门，拿身体去顶，城破就是屠城，绝不能退！沈如烟，让他们全撤开，别有人顶！先生，城门一开，10万大军就会如同洪水般涌入，撤开就是死路一条啊！听我的，把城门打开一半，放他们进来打！打开城门，放他们进来。对，这叫声东击西，关门打狗。你现在立刻命令城门后的将士向两边退开，列好盾阵，把那些农用喷雾器全部集中到城门后方的街道两侧，把喷雾器里装满我之前给你们的陈醋。装陈醋？敌军一旦冲进来，立刻对着他们的脸和眼睛，把压力打到最大，狠狠地喷！快，按先生说的做，推开城门，喷雾器装醋。城门破了，汉城完了，杀进去，抢夺军粮！就是现在，喷！啊！我的眼睛，这是什么毒水？酸，太酸了！我睁不开眼了，我的脸着火了！这不是水，这是刺鼻的酸水！汉城守军在用毒物，阵型乱了，他们看不见了！杀！用蛮力砸城门，那我就用酸雾让你们有来无回。先生，敌军先锋已经被彻底击溃，但他们人数太多，正在城门外重新集结，准备发起第2波冲锋。我们必须把他们彻底堵在城外。把他们堵在城外？沈如烟，接水管！将军，这是屠场的布袋子。听好，这叫消防水管。韩城里有没有地势最高、巨大的水塔或者蓄水池？有，城楼内侧就有一个极大的蓄水池，平时用于城防灭火。把这管子的一头死死绑在蓄水池底部的出水口上，千万别漏水。另一头拿在手里，让3个力气最大的士兵死死抱住那个黄色的金属喷头，站到城楼边缘，款口对准城外的敌军大营。快，绑水管！陆先生，绑好了，喷头也抱紧了。把蓄水池的闸门一次性全部打开，放到最大。啊！将军，这管子里喷出了巨大的水柱，直接喷到了10几丈外的城下。水柱的力气太大了，我们3个大男人都快抱不住了。对准正在集结的敌军方阵，狠狠地冲！洪水！天上降下洪水了！神法！这是韩城的天神降下的洪水神法！他们撤退了，先生，敌军彻底退兵了。将军威武，天神保佑！这场仗终于赢了。牛伯义，开门！你的死期到了。你就是牛伯义？我是。你们是谁？想干什么？我是谁？我是王金彪的大哥王金龙。你胆子不小啊，敢把我弟弟送进去？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这镇上的蔬菜市场到底是谁说了算！你们想干什么？这里是法治社会，你们敢乱来？老东西，滚开！今天谁敢护着他，我连你们的菜地一起砸烂！王金龙是吧？想求饶了？晚了！今天你不把公司转让协议签了，你这冷库还有你的腿，一个都保不住。王金龙涉嫌组织恶势力团伙，暴力垄断市场，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立刻放下武器！你少在这装神弄鬼，拿个破录音吓唬谁？录音，你自己看屏幕。你觉得他们臭两边？这是你半个小时前的动向。从你们集结开始，我装在镇口的民用高清摄像头就锁定了你们的车牌。我已经把视频全部发送给了执法部门。你怎么会提前知道？因为我早就料到王金彪进去了，你们这些躲在后面的同伙肯定会跳出来咬人。我不提前做好准备，怎么能把你们这群毒瘤一网打尽？都不许动，把手里的东西放下。
牛先生，感谢你提供的准确的线索。这伙人长期盘踞镇上，我们早就想打掉他们了。这都是每个公民应该做的，必须用合法手段彻底清除这些害群之马。牛老板，你真是咱们村的主心骨啊！这些毒瘤全拔了，咱们以后种菜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放心吧，老李，以后的路只会越来越宽。现代的隐患被彻底人根拔起，现在我必须立刻跟进韩城的战况。沈如烟，战况怎么样？敌军撤干净了吗？先生，敌军是被高压水柱冲散了，但敌军主将狡猾，他带着最精锐的2万残兵，并没有直接逃回国境，而是转头扎进了韩城以北10里外的盘龙谷。盘龙谷？那是什么地方？盘龙谷是险峻的咽喉要道，那里易守难攻，是一条死胡同。但这才是最可怕的，盘龙谷是韩城唯一一条通往内地粮仓的官道。他们虽然攻不下韩城，却恶毒地卡死了这条路。卡死官道？不仅如此，先生，我们的探子冒死回报，敌军主将下令将盘龙谷沿途的山林全部点燃，他们要用漫长的大火彻底封死韩城向内地求援的最后希望。放火烧山，想彻底切断韩城的后路，把韩城困成一座孤岛。正是，大火一旦蔓延，盘龙谷狭窄，根本无法通行。韩城刚刚经历血战，将士们疲惫不堪。如果这条路被封死，即使我们守住了城，半个月后，韩城依然会因为没有内地补给而被活活困死。先生，这火势太大了，水管根本够不到10里外。我们该怎么办？放火烧山是吧？想把路卡死是吧？沈如烟，你听好，大火需要什么？大火需要茂密的树木和野草。你现在立刻派最精锐的骑兵出城，不带刀剑，带上我之前给你们的铁锹和锋利的斧头。带铁锹和斧头？对，直接冲到盘龙谷的入口处，在远离大火的地方，给我疯狂的砍树，挖出一条极宽的空地带，这叫防火隔离带。没有了此人物，这火它自己就会熄灭。防火隔离带，全军听令，骑兵出营，伐木挖土，绝不能让大火烧进官道。先生，火太大了，风向变了，火势正疯狂地向谷口蔓延。隔离带挖好了吗？将士们拼了命在挖，但树木粗壮，斧头都砍卷刃了，空地还不够宽。火星聚集的被风吹过来，很容易跨过隔离带重新烧起来。风吹火星，想飞过去。沈如烟，借厉害的灭火神器。将军，这是巨大的白色水桶，上面还有粗的皮管。听好了，这叫大容量加压喷雾器，比之前的那些威力大10倍。立刻让力气最大的士兵装满水，推到隔离带的前线。只要看到有明亮的火星飞过隔离带，立刻对着火星落下的地方，把压力打到最大，狠狠地喷。快，装水，推上前线。将军，这水桶太厉害了，喷出的水雾宽广，飞过来的火星刚落地，瞬间就被这水雾彻底压灭了。继续喷，绝不能让一点火星跨过隔离带。先生，火停了，大火烧到我们挖出的隔离带边缘，没有东西可烧，彻底的熄灭了。盘龙谷的官道彻底保住了。哈！不仅如此，大火一停，敌军主将和他的2万残兵被彻底堵在盘龙谷最深处的死胡同里。他们前有大火烧焦的焦土，后有陡峭的悬崖，他们彻底无路可逃了，被困在死谷里了。正是，他们本想烧断我们的后路，却愚蠢地把自己逼入了绝境。将军，这2万残兵现在已经是虚弱的困兽，我们立刻冲进去，将他们全部歼灭。慢着，先生，为何不乘胜追击？困兽犹斗，你们刚刚扑灭大火，体力也消耗，现在冲进狭窄的死胡同，跟2万拼命的残兵肉搏，就算赢了，也会死伤惨重。那我们该如何？难道放虎归山？放虎归山？做梦！盘龙谷里有没有水？有没有草？荒芜，全是干硬的石头和枯黄的杂草，滴水未见。好极了，沈如玉，你听好，
把所有的兵力全部撤出盘龙，把谷口死死的封住，用巨大的石头和巨马挡住路，架起所有的弓箭手和喷雾器，封死谷口，我们要困死他们。对，就困死他们。没水没粮，我倒要看看，他们这2万重甲兵能在炎热太阳底下挺几天。只要他们敢往外冲，立刻用高压水柱和弓箭把他们狠狠地打回去，一点伤亡都不用付出，就能让他们全军覆没。先生神机妙算，不费一兵一卒，活活困死2万敌军。传令全军，封死谷口，架设巨马和喷雾器，一只苍蝇也不准飞出来。先生，敌军彻底崩溃了，他们在谷里疯狂的互相残杀，抢夺水壶。敌军主将受不了极度的干渴，绝望的自刎了。剩下的残兵全部扔掉兵器，虚弱的爬出口投降了。大获全胜，先生，韩城彻底安全了。好，你们终于赢了。沈如烟，大缸好像要闭合了。先生，大缸的震动剧烈，司库里的咸菜缸正在快速的变回普通的石缸，我们要失去连接了。危机已经解除，你们韩城安全了，这就够了。韩城10万军民永世铭鉴先生浩瀚的恩情。若无先生赐予的新鲜蔬菜、米面神药和神奇的护城法器，韩城早已化为凄惨的炼狱。全军听令，感谢神明先生，先生大义。好好活下去，重建韩城。先生，沈如烟还有最后一物相赠。牛老板出来啦！乡亲们，今天我们博弈公司的庞大的冷链车队将正式发车。从今天起，你们地里的新鲜的蔬菜再也不会烂在地里，全部以公道的价格直供全市50家大型生鲜超市。牛老板，镇上那些恶毒的菜霸已经被查封了，王金彪那个畜生被判了重刑，再也出不来了。咱们村的菜终于痛快的见天日了。不仅是蔬菜，牛老板跟我签了长期的彻底盘合同，滞销的库存全部清空，工人高兴的拿到了丰厚的奖金，还有我的养猪场。没用的烂菜叶子变成了优质的青饲料，我的生猪出栏率惊人，全部直供超市。一条完整的合法供应链彻底打通了。第一口大缸已经彻底的闭合了，变成了普通的石头。这震动声是从哪儿来的？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人？